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4月11号星期五，这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，是不是？看穿上了无锡马拉松的参赛服，第一次穿上跑步。天气已经不冷了，昨天下了一夜的雨，空气特别的好。看今天穿了一条普通的短裤，这是菲比特今年新的空气裤，和去年就我老穿那小粉裤衩是一回事儿。行，那就大阪城慢跑走。小伙伴们已经到了大阪城，昨天经历了一个傍晚、一个晚上的雨，还有一个下午的雨。你们看地上的花瓣。小伙伴们看我们两个人的衣服颜色好相近呀，这个樱花的。安元先生明天去美国出差了，对，去一周回来，紧接着就是全程马拉松。对，7加16个小时，哈哈，16个小时，可以吧？刚刚和大元先生他们分开，现在往喷水池前进，还约了观众，今天就轻松跑。今天会感觉明显的疲劳，所以要慢一些。今天聊点什么呢？周末的北京副中心马拉松延期到下周6了，是吧？因为大风，好多小伙伴特焦虑。其实这比赛我觉得从境外来的小伙伴应该不会太多，因为它不是个大比赛，肯定有。那您的车呀、住啊这些，那是个问题。但是主要想跟大家分享这种延期怎么办。虽然我没有真的操作过，但是呢，我可以根据我的经验给大家一些建议。就如果我遇到这种事儿怎么办？就首先，如果它不是您的目标赛事，那其实无所谓，就平常怎么着就还怎么着。因为它如果不是您的目标赛事的话，差不多从昨天开始才开始认真减量，然后他昨天晚上公布的好像是，对吧？所以你就耽误一天，今天就恢复训练。如果他是我的目标赛事，比方说我的一场目标赛事延期了，延期到下周6，那现在我已经在等。如果他是我的目标赛事，那我肯定先是会觉得有点紧张，因为我肯定已经按照赛前准备了差不多3天了。我一般就是从周一就开始调整，甚至上周末的训练都有变化。那给大家的建议是，今天如果您看到视频的时候还没练，今天就恢复常规训练，尽快的恢复，甚至比您的常规训练还要稍微今天多跑一点，因为你前2天应该已经减量了。就比方说我如果是遇到这个情况，那今天我的训练就是一个21公里，并且不会太慢，差不多卡在有氧的中上。然后明天也是正常训练，就这2天把训练找回来。咱们先说练再说吃，今天和明天都是常规训练。然后呢，周日或者周一，我建议就可以安排在周一。其实应该是安排在赛前一周的周日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你往后错了2天。安排在周一可以跑一个比马拉松配速快5秒左右的10公里，就凭你目标马拉松配速去刺激一下。然后这样的话呢，你今天是周5、周6、周日、周一4天，你用一个小周期把自己这个状态再找回来，然后从下周2开始调整减量，2、3、4、5减4天，然后礼拜6比赛就可以了，就不会差太多。因为训练这个事情，你别说赛前1周、赛前2周了，你就比赛这1个月，其实已经不太影响你真正在赛场上你这一身硬件了。所以我刚才给到大家的办法都是调整和保持状态，还有找到速度感。
因为这个调整其实不跑步的人，或者说不在意体重什么的人，是不太能那个体会到这种感觉。就是大家在备赛期减量会伴随着饮食的调整，否则的话呢，体重就会控制不住。减量1周，如果饮食完全不调整的话，差不多要重1公斤，有的人可能要重2公斤。所以我才说训练要找回来。然后咱们说吃，如果您还是像我去年之前那样，还有一个短的断碳期的话，那现在就赶紧吃起来，不要一下猛的吃，恢复正常饮食。如果您还计划在下周就延期到下周6的比赛之前再做这么一个周期的话，那把周期放短，就是你恢复到比方说下周1甚至到下周2白天都正常吃，下周2晚上稍微的少一些碳水，周3少一些，然后周4周5正常吃，问题不大。如果您不断碳只是冲碳的人群，那其实就还没影响，因为差不多按照我的经验，周日的比赛的话，从今天才开始大吃碳水。就算你从昨天开始吃了，也就是多吃了1天，影响不大，就还是把这些转化成训练的力量就好了。那比较极限的情况是什么呢？就是您下周日还有一场比赛，就比方说您本来的计划是，就是这个周日和下个周日有2场马拉松，那就尴尬了。那您就享受一次平常很难体验的2天的背靠背，这也挺有意思的，真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猜这2场也就不会是您的目标赛事，就玩一玩，体验一下也没什么不好。因为北京这个季节最不可控的就是风，还有那个天上飘的毛毛，所以每年北京半马的时候就担心，第一是这天上飘的毛毛多，所以前2天要是下2场雨就特开心，还有就是风，北京到春天和秋天风特别的可怕，也有的时候像北京就秋天跟春天这2个季节是特别美的季节，但是特别短，而且可能会被风所影响。4月11号星期五清晨7点10分，训练结束。今天就轻松跑一个16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多，5分半左右吧。跟大元先生聊了半天天，他明天又要出差了，太辛苦了。主要是明天走，下周4回来，好像是时差太长了，飞10几个小时还要。然后回来周末又是一场马拉松，然后我的下周日是一个70公里的训练赛，当一个超长距离的训练赛，到时候就在大阪电川河的河边，从大阪跑到那个梅方市，然后折返，3个折返在河边。去年有小伙伴们参加那个比赛，我看他们累的时候在那个某个桥墩子底下阴凉处就吃个饭团，还喝个凉啤酒。我打算让家属带个便当，然后带上相机，就当个春游了。然后之后后面的比赛是对，确定了4月29号的那个场地赛报名成功了，等于4月9号有一个5000米的场地赛，4月29号有一个5000米的场地赛。然后5月3号，大河源先生介绍我去当一个半马的兔子，就是大阪本地的小比赛，也是在河边。说最快的一个是1小时25、1小时25、1小时30、1小时35、1小时40、1小时45，反正说让我选，我说应该都可以。1小时25就是4分嘛，对吧？4分配速一个半马，当一个中长距离的有氧或者节奏去跑。未来的计划，你看这件衣服，这左胸感觉隐隐的有些磨了已经，所以大家比赛不管是不是熟悉的衣服，都是最好贴胸贴，男性就是把所有的这个问题可能性降到最低。被延期的小伙伴们就自己决定呗。我是觉得被延期了的比赛当中目标赛事会有一点点影响，但是对普通人来说不会太大，1分钟左右，可能咱们现实点说，成绩上1分钟上下吧，
如果是在本地的小伙伴无所谓。不过副中心那个比赛路是挺宽的，应该是不会太难跑，而且应该很平。比较麻烦的就是那个公园里，如果你跑得特快，像我那次其实我跑得不快，但是那是第一届，大家水平也不高，在那公园里前后左右一个人都没有，比我那左水间湖都荒凉，也是挺折磨的，因为那天气温挺高。行，那这么着不跟大家多说了。明天下午1点半北京时间，我们还是会有固定的直播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